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持续的，今天要来关注在解放军的这一场在台湾周边的围台的演习。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问题会特别请来宾来做回答。今天的演习进入到正式的第2天了，实弹演习，我们赶快来看到解放军的正义使命2025突袭登场。这个时候，包括了其他的周边国家，不管是日本、菲律宾也抱团有所动作了，还有美国的航母也开始往前推进。解放军这一次的演习是单纯的演习，还是台海正在进入冷启动的倒数呢？今天会请张延廷张将军来帮我们做分析。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海警2侯的海报亮相，大陆会不会真的动手拦截住运台的军援，封锁台湾生命线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的问题是针对这一场军演，川普说他不担心，但是确实没有被习近平知会过，美国是在降温，还是对台海风险已经过度的乐观了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带光朋友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解放军东部战区12月29日突袭式的宣布对台的军演之后，可以说是没有暖身，被视为是不是一次冷启动的一个实战预演。央视微博最新释出了一个画面，是无人机视角，我们要请导播来一起带我们看最新画面。无人机视角俯瞰台北101的一场10秒的画面。30日更是再次公布北部海域的远程火力实弹的射击，而且他这样说，这一场实弹射击，他说是全部都命中的。东部战区发言人也这样子回答，他说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是有达成预期的效果的。随后国军是立刻表示，随即启动了立即备战的操演来做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当中特别被指明是不是冷启动？什么叫冷启动？也根据 CSIS 这边特别做定义，指的是快速的备战转换，会将这些部队的一些集资物资调动跟这一些通信异常的战前的一些征兆压缩到最低，在对手还没有反应之前，就瞬间的赶快去做临战的部署，这叫所谓的冷启动。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讲了嘛，在其他的国家，在中国大陆这场军演之后，也立刻有所动作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的航母跟日本、菲律宾同时做了一些动作。先来看到林肯号，目前呢是已经发现在西太平洋这边活动，并且在22号这一天是正式进入到了菲律宾海跟台湾的东南方。另外2艘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还包括了华盛顿号，还有4万吨级的波里里号2栖突击舰，也是驻守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好，包括了其他第一岛链的国家，像是日本、菲律宾。现在看到解放军针对于南海还有东海的双线压力，最快他们也拟定宣布，在明年的1月份会签署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意思就是说，未来日本的自卫队跟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可以一起做联合的战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了？针对中国大陆今天的这一场军演，算是预演冷启动的突袭吗？如果真的发生了所谓的冷启动，台湾能够及时反应吗？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与其说是冷启动，不如说中国大陆是在这个远战速胜、快打决胜。那怎么？他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所以，应该是讲到他现在对平战结合、平战转换。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战训合一，作战跟训练合在那边。就比如作战将来在台海用兵，他就在这边训练，变成战训合一。所以他要发展这个触燃突击这个的可能性，将来用兵的模式大概这样，让产生奇袭的效果，让这攻其不备。你攻其不备，他还没有准备好，我就下手了。我认为他会让对手猝不及防，所以他现在就经常的。就直接当天下达要演习，隔天就立刻实施。你看，换句话说，如果平常说大家要准备个1个礼拜、2个礼拜甚至个把个月这个前进到这个保障基地这个军队的布防、军舰的调动都要这些时间，不用直接下令，隔天就实施了。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转换的动作非常的快。那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办法去及时因应呢？
我认为台湾在这一方面要加强的地方要很多。因为久了之后，忧患的意识，尤其我们台湾没有忧患意识，这是最可怕的。忧患意识是心理素质，有没有这方面？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决心？有没有决心？我们台湾现在缺少的是决心。你看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讲话都不是决心，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很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去对建军备战。你看，现在我们举个例子，现在那个国军的士兵缺5万多人，所以士兵是这个边线比不到60%，50%几而已。那这样的话，基层都空的，最少基层要到达85%，那我们士兵的只有50%几，差的标准太多。那你这样的话怎么去应变？基层空变成头重脚轻，脚其实很重要。为什么？打仗打基层，上面是指挥、是管理、是计划，你下面在执行作战任务，这作战任务缺。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时间非常短促，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边短时间之内马上把这个备战达到那个定最高点？我认为我们可能时间不够，我们可能变成缓步上升。缓步上升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在时间上赶得上进度。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火线接上了没有？子弹上膛没有？飞弹上架没有？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准备？我们看相关的媒体这个方面的报道，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另外，我们对情资的掌握如何？我们在这个中共宣布的前24小时、前1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讯息，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没有任何媒体知道，全台湾2300万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们对情资的掌握也有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会知道，或者因为现在网络媒体马上即时就会说，马上立刻散出来，中共准备要启动演习了。结果没有全台湾这个几百家媒体，没有一个媒体知道，换句话说，我们竟然被这个中共弄得魂不知鬼不觉，变成这个状况。那我认为这个非常危险，因为打仗打情报，如果情报的部件没有发挥它最大的情报功能，没有办法掌握敌情，那你是在这个战争的迷雾中，没有找到真正的目标，没有战略目标，那你怎么样去实施动员？那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大。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并没有事先会掌握说中共即将在12月30号实施军演，没有。我们可以看各种媒体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这是国安高层非常危险的事情。再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国安单位有没有说这些具体去面对这些缺兵的问题，要去有一些策略的行动。我们有没有一个国安清单？我认为把国安清单轻重缓急列出来，比如说现在基建，我们现在的天然气的存量只剩下12天，中共一实施海岸封锁，我们14天马上耗尽，因为打仗会大量消耗能源，那我们怎么办？那还有煤炭，还有石油呢？因为我们没有多元能源，全部是晚上全部是火力发电。但是我们的基础建设不够，我们的这个战斗急需的备份量不足，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大。所以它中国大陆不管是冷启动或热启动，我们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好，现在看起来台湾还是缺乏整体的这个备战的忧患意识，包括整体的国安清单都还是需要重新的再整体的盘点一下。这一场军演我们看到非常的紧张。那除了说这一场军演现在看起来有这个实弹的射击之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大陆的《环球时报》跟中国大陆海警局在30日，他们又在发布了另外一个叫做“恶猴”的海报。那画面其实呢也非常的赤裸，就是做一个它包括它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海警的它的舰艇编队跟直升机直接对台湾周边实施这一种立体的风控。那这个海报画面还特别做了一个 P 图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就是它在台湾的东部描绘了一个中国的海警拦截了载有海马斯的长荣的货轮，直升机也就所降来登船。刚好这一幕，大家网友就在看说，是不是刚好对照11月份美国特种作战小组他们当时在印度洋实际的登检，拦截了大陆的货轮运往伊朗的这一艘武器的零件。中国海警是不是仿效美军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这一次的军演对于台湾的海空的补给线的威胁又有多大？干哥又怎么看？这个特别选在这个12月29号，也就是28号双城论坛结束之后，他才对台湾做这样的。但是这个举措像张将军讲的，你猜都猜不到，你想也想不到。可是他现在的这是比以前，你会发现说，
它现在更进一步了。它除了比以前的联合利剑演习之外，它更加的缩小了包围圈，而且有800架航班受到影响。那下一次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回想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你要发动奇袭，只有保持无线电静默。整个舰队开了半个月，到了珍珠港面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是网络那么发达的时代啊，为什么对于大陆的这个军演，我们完全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国防部也很惊讶，代表他们在训练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完全静止的状态达到第一线战备的能量，而且我们可以马上丢进去。所以大家认为这4年来的共机绕台那些训练，你以为他们都是好像每天都是例行公事？不是，那都绝对不是例行公事了。然后现在最主要是我们看到这张海报，这张海报叫做2猴海报，它指的是什么？它这个是由大陆的官方媒体机关报叫《环球时报》跟海警局共同发布的啊。共同发布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随时都有可能对台湾周边的外海掌控，而且呢，对于可能发生在非战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登船检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已经画出梗图了，也就是一张 P 图。P 图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展示出你们台湾用长荣海运的货轮，在今年跟去年2次自美国送回2批 M1 主力战车，我可以把卫星照片给你看。除了这个 P 图，还有一个卫星真实照片给你看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进到台湾海峡，我都知道，我要不要去登船去登检它而已。这个警讯非常大，为什么？代表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运来，而且我知道运的是什么东西来。不仅仅是 M1 坦克我们拦得下来，而且你们最近多买了总共111套的 HIMARS 那种高级火箭弹，我通通可以拦得下来。大家要知道 HIMARS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多少次，在乌克兰前线，它可以装在 ATACMS 精准打击陆军战术飞弹。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 HIMARS 也被你拦下来的话，那就代表说你们台湾以后如果在滩头的第一线是没有东西可以对付共军登陆的，因为海马斯将是第一线的打击武器。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梗图跟 P 图，你就可以知道我不是开玩笑。只要现在台湾的台独势力再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我就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之内做出第一击，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关心，那目前针对的这场演习，那美国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川普最新说了一个回应，他说他不太担心习近平今天的动作，他说我和他的关系很良好，他确实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相信他会真的这么做。尤其呢，他在这个地区演习已经20年了，他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上次哥怎么解读川普的态度？这次这个正义使命演习，大家都知道，那个政治外交的国际上的意义就是反台独、反外国势力介入。那这当然也有包括直指的，除了先前日本高市早苗之外，当然包括美国。但这场演习真的是空前的、逼近的、压迫式的围岛的军事演习，还有实弹。所以，相较于过去联合利剑以来的部分，当然没有错，经常这个演习啊，但是这次意义不一样。而且，大家如果把过去联合利剑演习先前围岛的区域，包括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我想大家在新闻上、网络上这个地图，真的围一圈了呢，滴水不漏，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不是乱演习，每一次都有所推进。好，那对川普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其实记者在询问川普的时候，不是一个其他场合，是他跟纳坦雅胡正在佛罗里达州那么见面谈完中东，特别跟以色列相关的情势之后的记者会上，刚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家直接就问川普了。所以可以知道，川普虽然是一个临时性的回答，但是不可能他是匆忙的，因为一定有所准备，然后包括他的白宫幕僚也都有。但是川普的这个态度，我想真的是在我们台湾执政党包括日本方面的这个高层应该都哭哦，抱枕头哭哦。那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形容这个东西叫做强者的漠视。因为往往很多强者，你不要觉得他是关心一切东西，什么东西都处心积虑的参与，
他就告诉你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面对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几乎要把台湾拿下来。一旦演习变成真的，他第一个告诉你的还是告诉你，习近平没有跟我说，但是我跟他很好，而且他一开始就直接说他不担心、不忧虑。但之后记者继续追问这次演习的状况的时候，他难道对于未来没有忧虑吗？他还是说他不忧虑。你去看他新闻那个原文，他就说他一点都 not worry 啊，就用一点都不担心、不忧虑这个字眼。所以我这个就叫强者的漠视，强者欣赏强者。哎呦，你这个演习也确实蛮厉害的，那我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哈？当然，中国大陆这次有这个演习，它主要还是在测试。除了测试他们自己本身的军演之外，也都知道有这个政治的意义，包括对亚洲周边的国家，特别直指日本方面。而且这刚刚嘉文讲到的这种冷启动、临时性的措手不及，这个措手不及不止台湾措手不及啊，这里头在台湾海峡周遭，包括经贸相关的所有的国家，甚至航空飞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测试的影响其实还是影响相当大的。但是测试包括美国啊。那你说美国为什么看呢？其实要知道，每一次重大军事演习对于印太的美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我不能说在旁边拍手看好戏，因为他们才可以真正了解中国大陆一旦为了要打台湾，动员的战术、战绩跟所有的这种战略的新配置，像这次正义使命的部分的包围方法就不太一样。实弹演习也是第一次在台海周边有这么密集的实弹演习，所以这对于美国观察中国大陆的军力跟以后怎么样来，他们要打台湾，那怎么样，要不要打，跟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坦白说，对于日本或美国来说，都是巨大的资料库。对，我虽然说他们是乐见这个演习，但是每多一次演习，就对中国大陆解放军了解一分。所以讲，这背后也是川普的底气，因为川普不是现在他要不要阻止讲些政治话术，都是要演习之后，美军也会做非常完整的分析，以后提交到五角大厦，让川普了解到底中国在攻打台湾现在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刚刚看到是大陆的这一场针对台湾的围台军演，秀出了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军事上面的战力跟实力。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大战，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大陆在经济上面这一出打的实力哦，在2025年的表现，特别来看到的是不是川普的关税战持续的打不倒中国，反而在这个时候养出了顺差兆元的这个大陆的大怪兽。他一国就赚走了全球60%的获利，那么世界会接下来怎么做反制，还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先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数据，今年前3季哦，在大陆在美国的一个关税政策之下，还有中美角力升温之下，大陆的出口仍然是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达到了1.07兆美元，甚至是单一国家史上最高的一个记录啊！全球今年我们看到它整体的贸易顺差是1.8兆美元，没有想到光是大陆一国就已经吃掉了其中60%的获利。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大陆的这个国师怎么说？他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而是一个危险的讯号。这样下去是不是不留给其他国家活路了呢？也有专家认为说，确实现在从这一件数字里面来看到，大陆确实在它的工业产品之下非常的强，把众多的国家产业都打趴了。那么中国大陆内卷全球化将会是明年世界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川普的关税战本来是要打中国大陆的，没有想到确实。从这个关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到，中国在经济上面的表现，尤其是出口越来越强。确实，它对美国的贸易出口11月呢是暴跌了17%左右，但是它由其他的国家补上来，不管是非洲国家、欧洲国家或者是东协国家，尤其针对东协哦，这个出口的成长是最高的，年增幅达到8.5%。那出口的产品以哪些为主呢？目前我们来看到，主要还是以这个机电产品
品是最大宗的，占比高达了60%，不管是手机、PC、家电、机器人等等。那么跟去年做相比的话，出口表现特别好的产业包括了有半导体年增幅25%，还有大陆的汽车年增幅17%。另外就是新三样表现也特别的好，在电动车电池跟太阳能领域是全面的爆发，所以可以看到这个2025一整年大陆电动车出口已经突破了500万辆了。11月份单月出口20万辆，年增幅竟然暴增了87%，对墨西哥的出口更是暴增了237%。但是在此刻，通用汽车的执行长他是这么警告，他认为大陆现在看起来虽然是在电动车表现很好，但是他解读是因为大陆的内需太疲软了，产能过剩，才会被迫向全球做倾倒。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么我们今天也会节目一开始特别请上这个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哦。当中国大陆刚刚讲了嘛，一国拿走全球60%的顺差，其他国家的产业会怎么样来做反应呢？这是大陆中国制造的全面胜利，还是产能过剩的一些问题？上这个怎么看？怎么办啊？这数字太猛了，大家不要小看哦。因为就2025年，如果到我们现在12月底结束，可能会破1.2兆，整个顺差，我现在预估是这样子，太猛了，很恐怖。这个数字不是可以不只是耀武扬威，也不能说耀武扬威，它是人类文明1万年前到现在，人类作为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贸易，全球的这个贸易，这是破纪录的哈。但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手个短哇！中国大陆做的东西便宜又好，好到一个难以想象的极致，而且在不是你想象当中帮人家做一些小东西啊，制造业一般般的东西，或农产品加工业等等，不再是20年前你想象中中国大陆做什么椰蛋灯泡啊，什么类似小玩具。刚刚思明讲得很清楚，在这1.2兆当中，机电产品，但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高阶的制造业，手机、太阳能这些都是。半导体，天啊！半导体晶片的出口也是在这里面，当然还有电动汽车，相对来说都是单价相对比较昂贵，而且技术密度很高，还不见得是别人有的，或者中国大陆更有量，刚刚讲更便宜。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确实是有一点点隐忧。那我认为这个隐忧当中，你觉得中国大陆、北京、中南海不知道吗？都知道，但是这个隐忧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中国大陆也太内卷，所有东西都来竞争，也放任大家在里头互相的拼命。所以他们能够卖出去的东西，都在中国大陆已经互相杀得死去活来。简单讲就是优化，无论成本、价格、性能、材料，而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中国大陆不是直接卖到国外去，卖给美国的民众，卖给欧洲民众，没有。大部分是卖给美国的代理商啊，欧洲的代理商，包括像我们刚刚讲东盟这件事情哈，东协，事实上东协变成很主要的出口的地方，也因为从东协当中再卖给其他的地方，所以要知道，虽然中国大陆有这些内卷的问题，当然也现在也跟命题，现在欧洲都来说，现在未来欧洲，中国能向欧洲买什么？农产品吗？没有，所有的东西，包括德国汽车吗？现在这样子的命题，确实是这种所谓的顺差、逆差，已经到个很倾斜的状态。中国也必须思考这个问题，但也不是说让你把自己斩掉你自己的制造业或生产或出口能力就 OK 了。人家欧洲或美国扶不起的阿斗，人家福利国家赚了几十年的钱，现在是中国主要是刚刚讲制造业跟整个产业链的完整性，不只是支撑整个国家的国力，再加上中国大陆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中国这1点多兆里头很多是国企赚的，而且在内部的需求当中，民众买不了，由国家投资，包括光电业，你看到新疆、内蒙盖水电厂。所谓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国家投入基础建设就可以带动所有的内需，特别是制造业跟工业。中国大陆持续这么做，也做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断。2026年还有一大堆要做到2030年，所以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问题，或全世界的问题，但还是有每个国家治理跟经贸结构。战略的部分的问题，欧洲还没有想出来怎么办？美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因为川普，可是中国只能你知道，就是咬着牙继续前进了。是同样的问题，干哥又怎么看呢？那其他国家要担心吗？就是说，像制造业大单都被大陆给拿走了。其实担心也没有用嘛，对不对？我光讲一个故事就好了。你知道今年德国卖给中国多少货品？810亿欧元，好多哦。800多亿欧元，那是多少钱啊？结果你知道吗？中国它本身，它跟那个德国，它买只有810亿，可是德国却跟中国买了1600亿。大家就知道说，
德国反而买了更多，德国跟中国买的是1倍以上的货品，你心里就会想说，那根本德国这样怎么做生意呢？它完全被中国给逆差去了，对，所以中国其实它对光德国这个国家顺差就是1倍，那跟美国更不用讲，它对于世界各国，你看跟墨西哥的那个顺差竟然达到那么高的数字，2000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中国就说它的内需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到货给全世界，很简单，你要是觉得说不行，产品不好，我不收，那就不要收了嘛，是，对不对？或者是说可能这个物联那个价美，那东西会不会真的好？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问题，你心里会打个问号？而事实上来讲，今天你看到它的电动车，你看到它的太阳能电池，你看到它所有的商品，你都会觉得说，我就是要它的商品。为什么？因为它的商品会让我觉得说物超所值，这个是最重要的。美国在2次大战的时候，它成为全世界的民主工厂的时候，也就是因为它真的是物超所值。过了70年之后，现在换人来做。大陆现在坦白讲一句，它就是全世界的工厂，它是超级工厂，而且它不会变。为什么？全世界的贸易顺差只有1.8兆，它就占了1.07兆了，而且这个数字会不断的在增加当中。那究竟谁来控制它？墨西哥说明年开始，我们刚刚讲墨西哥，他就说，对于大陆来的1400项商品，他要完全进行50%的关税。我希望他做得到。如果墨西哥做不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挡得住中国，这就是未来的趋势嘛。所以我觉得说，中国自己本身，金灿荣教授跟很多专家都讲说，这对中国自己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因为别人就会祭出报复的关税大旗。中国有时候在这方面可能要自己私底下要考虑，因为国营就是国家补助 GDP 已经达到5%给这些企业了。老实讲一句，这不是正常国家应该有的状况。因为我们在自由经济的贸易体系的全球体系之中，你还是要替你的贸易伙伴想一下吧，不然的话，钱都被你赚完了。好，2025大陆的出口现在创下了一个新高。那这个是 Barron 特别点出了说，他认为说大陆现在有它的优势，不管是在明年的经济表现上，其实都是看好的。他甚至预期说中国大陆比预期更顺利撑过美国的关税，但是他也有提出一些的问题。好，优点跟缺点带观众朋友来看到。首先 ，Barron 特别就这个金融市场做了一个解读。他说，2025年大陆 MSCI 中国 ETF 是大涨幅度高达29%，相较于美国的 S&P 只有18%而已哦。那市场就解读说，确实大陆比预期的更顺利，撑过了美国的关税。但是他也点出了大陆目前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大陆 GDP 的80%是来自于旧有的经济，这所谓的旧经济当中，包括了房地产。他认为大陆的房地产持续的低迷已经4年了，而且房价还在持续的往下跌。包括了投资销售，他也认为双位数的衰退，固定资产的投资年减幅更是高达了2.6%。针对这些优势跟缺点，张将军又怎么做解读？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是这个样，它这个内需都一直都是疲软，靠赚钱。那赚钱的话就要搞外销。那中国大陆这个产品价格它有优势，便宜，大疆的市占率占全世界的这无人机商用的70%，我就赚全部，你们要买嘛？这市场是自由竞争的，那我赚钱。中国大陆高铁5万公里，大概全世界的市占率的，我们讲的高铁好了，中国大陆也是占了70%啊。关键是它这个成熟之后，我们知道价格就低了，一低，你这个任何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规格，你价格越低越有竞争力。那就这样。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在哪里呢？那中国大陆有一个习惯，会造成它内需很低。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存钱防老。所以中国大陆储蓄率很高，它不花钱，变成这个样。在2024年去年，它的储蓄率是55%，就是你赚100块啊，你存55，你只花45块，那你想想看，你在市场上会有多少钱？中国大陆实际人口，但是中国大陆现在人年均所得14000块美金。你又存起来了，你还有多少钱拿出来消费？为什么？你都存钱防老啊，你都存钱买房进去了，你都不消费啊？那我就卖到全世界去，所以是这个样子，那赚全世界的钱。因为你在国内赚，大家都不买，都很舍盘，都专门赚，把钱存起来。
这状况是变成这样。那我们来看，那中国大陆会不会转？我认为中国大陆会转型。你可以看它新能源车是在全世界的市占率又起来了。这是它现在也开始搞 AI， 开始搞我们讲的半导体，它的芯片，它也在做啊。你做不成，你越是防堵它的突围就出来了。那现在也造船，现在也做飞机，它会一般来讲，基础的工业大家会有一个饱和的一天，市场都会有替代。但是它也一直在创新啊，在突破啊，不是这样子吗？又让它到达另外一个境界。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跟其他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土地全部是国有，不能炒地皮。是，你要赚钱就搞制造业吧。所以中国大陆制造业在全世界占比30%到32%，远远领先美国。美国大概它的制造业的比例大概是13%到14%，远远超车。那在靠制造业是硬功夫。你其他的你炒地皮赚的钱是虚的嘛？衍生性的商品，股票、债券、保险，那是虚的，那是金融，那金融市场、保险市场、衍生性商品的市场。这制造业是铁的，对，你都要所有东西都要制造业吧，那所以中国大陆是走这个，而且它还会去创新来突围，所以到目前来看，它的内需是疲弱，但是它的外销仍然会保持一定的我们讲的高水平。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其实我们要来关心在中美的科技战，美国这次的封锁反成为华为的一个补药，尤其今天我们会特别来看到升腾950，它现在挥军了南韩的市场哦，反攻到海外去了。另外今天也会来特别关心 TPU 这个出场颠覆了现在辉达在全球的霸权。好，赶快来看到是中美的科技战，这个华为啊，在这个时候宣布了，明年呢，它会把自研的 AI， 也就是他们的升腾950，它会用一个端到端的一个解决方案，整包端上桌。好，这当中特别提到了，它会一起合作的对象包括了有硬体、软体啊，到网络储存端到端的全站方案。另外呢，先前呢，华为在9月份曾经预告说，这个升腾950R， 还有950PR， 还有它的950DT 以及它的960、970呢，它有之前预告过，现在也确定了，就会在明年可以正式的来问世了。我们来看到两位大头怎么说，这个是孟晚舟，他认为智慧化的变革是华为长期战略的机遇。那么 AI 时代新征程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了。黄仁勋倒是有一些紧张哦，他认为华为现在复制的就是当年的5G 扩张的模式，正在打造一条属于中国式的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他这么紧张有道理吗？上志哥怎么看？是的，首先我想我们在谈这个华为的 AI 晶片之前，先要了解在2026年现在眼前 AI 的这个晶片市场也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结构性的变化。辉达没有不见得能一统江湖哦，包括辉达自己也在做一些新的收购。过去我们都知道 AI 晶片就是它的辉达 GPU， 以这个 GPU 的概念哈，我们都知道电脑 CPU 嘛。辉达就从把绘图的运算拉出来做 GPU， 然后现在变成 AI 的晶片。但是呢，谷歌出的 TPU 是新的思考，给大数据模型。然后最近 LPU， 那基本上也就是什么 PU， 就作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晶片，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强大了，所以要分散不同的功能。所以确实，为什么最近这个所谓这个黄仁勋的紧张，不只是针对华为，是主要这个市场的技术不是辉达一家或一个 GPU 晶片 hold 得住了，所以在这个概念上来看，华为才今年年底才刚刚确定能够稳定的生产出升腾950的 AI 晶片，你看人家马上整套的解决方案，就把你推出来。这个解决方案很厉害，我想我在节目当中也有细致的跟大家分享过，不只是这个晶片而已，辉达有整个的架构，包括软体、网络存储。辉达是不是？对不起，这个华为过去是做通讯的，所以它在晶片跟晶片当中用光学来通讯，也就是说它晶片比人家弱，可是它晶片跟晶片的联动是比辉达厉害的，而且它可以叠加到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最后体现在云算力来讲，
单个晶片可能输你辉达跟谷歌，可是整个系统当中你做出来部分就可能一样强哦。特别是如果你是中小型的企业需要运用，而且这里头重点来的，它为什么这套推出？显然就是因为在市场上，现在虽然中国跟美国是最大的 AI 市场的需求，制造业、工业什么服务业都要用，但你觉得人家中南美洲不要吗？非洲不要吗？中亚的一带一路的国家看着全世界的 AI， 人家不要 AI 吗？所以这些都是华为已经布局的市场，包括中国电动车，全部都卷在里头的时候，华为当然推出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卖给这些国家。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逆差国家，来自中南美洲、非洲比例都有啊。对，所以华为好惊人哦，只是能够做出他们自己的这个5奈米的部分，甚至未来还有以下往3奈米的这个 AI 晶片的时候，啪啦啪。整套的方案，就像当时建基地台、建所有的，包括手机、通讯也整个打通一样，这就是这个整个华为非常强的地方。我想最后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关键是什么？修个短嘛，不只是能力强，主要是便宜又好用的时候，对于快速的扩展，而且一旦中国把这些 AI 的能力以华为来说送到中南美洲、跟非洲、跟包括“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的时候，你以为美国包括辉达或美国市场或日本还能独揽一切吗？所以跟中国的所有的全球的政治战略布局是同步的。好，我们看到中美其实都在拼 AI 未来这一块非常非常大的商机。那刚刚提到了华为除了在拼它的这个晶片上面的技术更升级之外，其实呢，包括它的国产零件比哦，这是来自于日经新闻的最新事情。他说呢，国产零件占比已经逼近60%了，代表说美国过去的管制根本就无效。所以呢，前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的前商务部长他也出来说了，他说确实他现在观察就是过去美国的2届总统、2届政府都没有能够削弱华为，反而是掌握了先进晶片。那接下来华为还会怎么做？它有没有可能用重金悬赏的方式来吸引更多 AI 的，包括了这种存储高手，补上大陆 AI 最后一块拼图？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华为就是比较重研发，投入研发的经费，它总收入的21%啊，用在研发，所以你这个人钱敢用在研发上面，那你这样的话创新不就出来？所以华为现在拥有的它的授权专利超过15万件，你看就知道了，不是几万了，1万2万，15万件的授权专利就抓在手上，这是研发出来的。每赚的钱的21%是用在研发上面，不是换句话，它会成长。为什么？研发就是创新啊，以前没有的研发出来东西了。所以，就算西方国家对它实施科技战，还有智慧财产权的管制，那这样的话可能更会促进华为在这一方面突围，投资更多的钱。我认为这是其一。第二个，我认为它的制度上的管理可能也激促了它这一方面的雄心跟诱因。为什么？华为是100%的股权全部给员工，任正非他占所有的这些股权的比例1%。其他9%全部是工会组织，全部是属于员工。那这些员工在，我做的事情是为我自己赚钱，股票都是在我们员工手上，大家拼了嘛，我们大家都是一体，我们大家一起赚得多，那大家这种股权不是说我赚了钱不是给我的，是给股东，赚了钱我也是股东啊，我也是工人啊，那是为了自己赚钱啊，这个结构这个诱因啊，分红入股，那这方面的话，对工人来看的话。他会感觉到有归属感，有成就感。他拼的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股东，因为自己就是股东。所以我们来看，这是个结构问题哦，也是他基础他向上不断突破的一个原因。他的经费，我研发经费一年，这个华为是1800亿人民币，换算成台币的话，7000多亿台币。你想他一年哇7000多亿台币做研发，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突破？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你只要把钱用在哪里。成就就会在什么地方？那今天西方国家对它做限制，难道华为就开始停滞延宕了吗？没有，他会想办法杀出重围。所以大家美国感觉到好像对它效果有限呢。他过不几天又出来了，光刻机又出来了啊，这样子啊，他就开始敢投资啊，投资研发成果就展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西方国家对它的科技战、科技封锁或智慧财产权的管制，我认为效果还是有限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难怪这个黄仁勋要特别担心，他特别提到说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是否正在打造当中？除了华为之外，确实现在还要担心的，还包括了中国第2条的 AI 算力的路线，这个就是国产的 TPU 业者。今天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这个叫做中浩新英，好，它的第1代的 TPU 算力的效率，现在根据了解已经超过辉达 A100的1.5倍，而且能耗更低，是降低了30%。第2代晶片进入测试，预计明年就会正式的上市了。有没有可能直接对标，甚至超越 H200呢？它会成为未来颠覆辉达的一个真正的杀器吗？华干哥怎么看？你知道 TPU 什么？就是张量处理器。张量处理器是 Google 的一种特别的，他们就说他在就是说他们研发的加速学习器就对了，那是只有 Google 独有的。好，那中浩新英啊这一家国企，你知道他的 CEO 是谁？他叫杨拱一凡。杨拱一凡他以前就是 Google 的高阶核心研发者，也就是说这个人才啊都是 Google 训练出来的。那现在回来开了国企，国家支持他。那你今天你去想一想，你这些技术、这些 know how 都在我们这些就是我们是高阶 CEO 的脑袋之中已经成型了。回来之后，我们就是找研发人才。所以现在 TPU 它现在可以做的跟谷歌一样了。而且他说什么？第2代晶片它的速度是1.5倍，它本来是一种学习型的，它现在变成训练型的，你就晓得说。那你怎么办呢？对，所以国产 TPU 它现在等于是第2条 AI 的战线，它已经开发出来了。那中浩新英它现在被认为是挑战辉达啊在 AI 晶片领导地位的未来的希望，这非常有可能。因为为什么？他说推理晶片的销售占比现在已经超越了训练晶片。那 TPU 能够进行3到5倍的性能提升，它的性价比会更好。所以谷歌云或者亚马逊云，像这种跟 GPU 来相比的话 ，TPU 是 GPU 的2倍，而且日行千里。你会发现现在是2倍，以后越来越是2倍。我跟你讲，杨拱一凡他在2023年他就已经有模型了啦，他在2023年就已经有这个模型出来了，但是你却不知道说他到今天他才宣布，等到他宣布的时候，你就可以晓得说他准备又要迭代了。他的迭代现在已经。在他们的这个理想是一年到1年半之内，它的 TPU 又会再迭代，到时候它就真正能够挑战辉达，不仅仅是 H200晶片，可能更高阶的，它都能够挑战。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特别关心到，川普已经下令要炸委内瑞拉了。现在说法呢是 CIA 是幕后的黑手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同步现在卡位在拉美国家，美国后院全面起火。赶快来看到川普在12月29号最新证实的，他说呢，美军呢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已经摧毁了一座大型的设施，主要是因为这边有做运毒的动作，在他们把毒品装载到船上的码头区域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他说他很清楚是谁做的，但是呢，他不想要多说是谁。好。CNN 怎么说？他认为这可能是 CIA 对于委内瑞拉一处港口设施发动用无人机所做的一场空袭行动。这个是美国接下来要陆上作战针对委内瑞拉的一个前兆吗？这一系列的动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早就已经重兵部署在委内瑞拉的附近了，包括有这个福特号航母，还有 F-35等等。到底何时可能真的会动手？川普的进攻计划又是什么？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因为美国是极限施压，直线施压逼马杜罗下台，这是不流血，你就自己卷铺盖，想办法找个地方就交差了事了。这个如果极限施压没有逼马杜罗下台，那他现在就希望美国是希望经过极限施压，他内部推翻。那内部推翻呢？那有没有这个内应够不够，力道够不够？马杜罗会不会因为被推翻，或者造成6.7事件，就马杜罗就除掉了？因为马杜罗是反美政权，
美国希望有个亲美政权，所以也断了马杜罗的这个我们讲的金源，这个金钱呢，他这个每一年光卖石油就是80亿美元，他靠这个外汇，你知道，我断掉你石油，统统给你扣住，不让你不要外销，然后让这个马杜罗面对更大的经济的压力，而转化为政治压力，是这个样啊。如果都没有办法内部推翻，没有办法逼马杜罗下台，那可能美国会动手。美国对动手的可能不会，我认为不会大动干戈，斩首就可以了。美国有这个能力，外科手术式的斩首行动，那这是下之策，毕竟动武了，毕竟这个流血了，而且只要是动武就会有风险，因为美国只要动武，美国一定会损兵折将，不可能美国海豹队一个完事而归，一个人都没有损失，不可能的嘛。双方都会有交战，一定会有损失，只是人数的多寡而已啊。那川普是不是要面对美国内部的压力？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所以美国现在的直接这个3步走，这3步走会走到目前的状况，我认为还停留在第1步到第2步之间，还没有到第3步。那现在一直在直线施压，对他的炼毒厂炸，他感觉为什么不对军队炸呢？就炼毒厂啊，他没有对炸军事目标啊，那逼这个极限施压，看他的内应够不够。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啊，因为马杜罗掌控了委内瑞拉的政权3年了，对，3年的话，各种的布局、布阵、布势都差不多了，所以他是牢控住的。所以真正要这个不流血，让马杜罗下台，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所以都拖了4个多月，还有这个状况吗？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状况，我认为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还有多少的要愿意付多大的风险跟多少的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美国可不可以达成这个任务，可不可以达成他的这个目标？我认为目标不是问题，是要付出多大的风险跟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问题。好，现阶段为主，这个美国还是持续的做极限的施压。那针对于这一场行动，也有在解读说，到底是 CIA 做的，还是美国的特种部队所做的？那今天川普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正当性？因为他说是弃毒行动嘛，还是有没有侵犯主权的问题？像这些问题又怎么看？如果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美国对委内瑞拉要什么？2个，要石油，制造石油的控制权；第2个，要它的中南美洲的后门当中，它要能够把握。真正的核心是这些东西啦，就 CIA 弃毒，这些都是门面的，不会说吧？但如果刚刚将军所提到的，但已经4个多月了，以美国这么强大的军力，航空母舰都到那里，还不止1艘，那到底他忌讳什么？为什么不打？都大家在看的。我自己认为是主要2个，第一个就是前面刚刚讲，其实美国在衡量这个代价当中来讲，其实还是有所犹豫。对，因为最重要犹豫什么？如果美国是我把你攻打下来的，不就变成我的领土，那也倒罢了。美国就是个讨厌治理的人，他只要好处，他只要把我不要人换到我要的人。可是你现在熊熊的把现在委内瑞拉的部分整个领导班子拿掉之后，可能问他一乱了，他其实石油也不见得拿得到。我觉得就第一个就是他那个东西很难搞，第2个部分还是来在于背后中国的力量跟俄罗斯的力量，军事同盟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里头的很多石油事实上是中国大陆的国企投资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到现在对委内瑞拉并没有发布撤侨计划，就比方说这个情势，中国还是看在眼底。各位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当中有个潜在的这个国际的部分的拔河或国际的这个部分拉扯。我举个例子，巴拿马运河，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说拿回来要出兵等等，到现在呢？巴拿马也说我会配合美国，1年了下去了，李嘉诚的党还没卖掉啊。然后所有这些东西，中国大陆还是紧紧的控制，不轻易的撤退。也就是中国大陆在中南美洲自己长久以来布局，不会因为美国的威吓就有所影响。而这个当中的人事实地物的变撒在里头，究竟有多么浓密？其实美国当然会知道。我认为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没有轻易动手。背后还是有中俄跟美国之间的大国在台面下我们见不到的，包括这些利益方面的拉扯的力量。对，确实哦，在这一场的行动当中，美国忌讳的为什么不打的，还有这个中俄这种军事同盟的关系，他们跟委内瑞拉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关系。我们看到，尤其呢，现在中国大陆它也是长期的买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那现在有一个最新数据，来自于德国之声的分析，他说目前委内瑞拉仅占大陆石油4%，但是呢，确实还在持续的数字上升当中。12月每日进口大约是60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那你说这数字没有很高，为什么大陆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因为有3个战略意义。第一个就是强化
大陆的能源自主，也就是不会再被西方持续的制裁卡脖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美国的后院持续的卡位。那同一时间，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国家俄罗斯，对于委内瑞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学者这样分析，委内瑞拉危机是自古巴危机以来，美国首次被迫在拉美事务当中直接跟俄罗斯来做协商，所以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反而替大陆制造了独占委内瑞拉石油的一个机会吗？委内瑞拉是否成为这个普丁手中的活棋？因为它可以趁此来包括分散美国的战略重心，来制衡川普，怎么解读？干哥？没有，我跟你讲，螳螂捕蝉嘛，什么东西在后？很简单，今天我跟你讲，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制裁，对不对？但是美国还是认为说，在外交上面是不是要跟俄罗斯谈一下？那你就会觉得说，美国第一次要，也不说低头啦，第一次要说，老哥，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是你在扶持的，为什么？2013年老总统查韦斯去世之后，有一个瓜伊多，美国支持的，在国会大选、临时大选中得胜了，美国要支持他的胜，可是后来马杜罗强势介入。马杜罗老实讲，那个时候马杜罗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美国人就很讨厌他了，不是川普讨厌他而已。所以川普是这个多年的仗做一次报，但是川普想得更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讲螳螂可能是美国啊，捕蝉是委内瑞拉，黄雀后面是一个什么俄罗斯，再后面一个是中国，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了，讲了很多次了。委内瑞拉石油蕴藏量是多少桶？大家知道了吧？3000亿桶是人类目前可知最大的油田蕴藏区。你把北海布伦特拿来比都可以，你把南极还不知道拿来比都可以。目前已知道的最大石油蕴藏是在南美的委内瑞拉，3000亿桶。中国当然要赶快，现在我跟你讲，中国现在赶快把什么那个通信还有那个通讯器材、家电器材都卖给委内瑞拉。所以其实中国在委内瑞拉是很近的，他都没有讲一句话，慢慢在插旗。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今天如果说你委内瑞拉，它现在已经变成美国的眼中钉，对不对？重要的是在委内瑞拉跟圭亚那的这2个国土的交界边缘发现了新的油藏。我跟你讲，这个油藏一定要美国来控制，不可能再让委内瑞拉你自己控制。所以他现在对于马杜罗的态度非常强硬。我跟你讲，没得讲，你只有下台。你不下台的话，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只有打死毒枭而已，我连油轮都会拦下来。为什么？油轮拦下来就是你的经济命脉，因为你的石油公司在我们美国运作已经被我冻结资产了，现在我直接拦油轮。所以这个你说他没有中情局的角色在里面，我是怎么样都不相信。快要70年前，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那个失败的行动——猪猡湾入侵事件，谁主导？就中情局主导的啊！中情局训练古巴人怎么样去打你们的卡斯楚，结果一败涂地。那这一次呢，他没有，我相信川普没有再笨到说要用委内瑞拉的自己人去打马杜罗，因为我想那个真的不切实际。你应该要用外交跟经济，甚至跟俄罗斯去谈，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马杜罗摆明就是反美了嘛，但最后不要忘。